果朝鲜再次与韩国开战，最后的结局会是如何？是否还需我国援助？首先，我们从武器方面来看，朝鲜武装力量现役总兵力大约在135万左右，其规模位居世界第5位。同时，其主战坦克约6000辆，装甲车和步兵战车数量也近万。另外，还有各类火箭炮、追击炮等。在陆军方面，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。而空军方面，战斗机主要以苏式为主，包括防空系统也基本都是苏联时期留下的产物。海军方面也同样如此，无论是巡逻舰还是潜艇，吨位较小且数量较少。反观韩国，虽然军队兵力比朝鲜少，仅有68万人，但韩国军队的信息化程度更高。尤其是在海空方面，拥有 F-35战斗机、KF-21战斗机等，是一个拥有4代战斗机的国家。海军方面则拥有13艘驱逐舰，其中世宗大王级驱逐舰包括3艘，潜艇性能也属于世界级水平。在这一方面，朝鲜明显还差得远。那么，如果朝韩开战，朝鲜就一定是弱势方吗？朝鲜如今实力到底什么水平？如果开战，还需要我国援助吗？除去之前提到的武器装备方面，交战的战场也需要一起考虑。从两国的地理条件来看，韩国境内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，占到总面积的70%左右，东西南3面被海洋包围，海岸线远比朝鲜长很多，在外界支援方面也比朝鲜更加有利。再看朝鲜，朝鲜境内80%面积都是山地，且主要集中在中部以及北部地区。崎岖的地形在军事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，一旦外敌入侵，山地便成为了天然屏障。而且朝鲜平壤距离38线约168公里，韩国首都首尔距离38线只有40公里左右。首尔作为韩国的经济中心，集中了该国绝大部分产业和人口。如果朝鲜对首尔发动核武器攻击，那么将会对韩国造成巨大威胁。但韩国还有驻韩美军的支撑，萨德系统正是为了提防朝鲜的核威胁才部署的，因此也不需要过多担心。如此看来，韩国的综合实力似乎比朝鲜要强，但为何许多网友会认为朝鲜才会笑到最后呢？韩国朝鲜军事实力对比，其中一项韩国完败朝鲜，这一项到底是什么？朝韩两国非常明显的差距在于核力量的控制。朝鲜拥有自己的核武器，按照对朝鲜核武力量的估算，朝鲜已经能够跻身中等核武国家之列。目前，朝鲜的弹道导弹与核武弹头已经实现批量生产，且数量无法估计。朝鲜的火星15弹道导弹射程为1万公里。这个距离理论上能打击美国本土，更别说咫尺之外的韩国首都了。甚至有专家认为，如果朝鲜在战争初期使用核武器，将对韩国造成巨大的伤害和威胁。